跨年夜的诡异经历。跨年夜的台北永远都是热闹非凡的。然而，今年的跨年，我和几个朋友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式。我们决定前往台北郊外的山区，一边欣赏烟火，一边避开拥挤的人群。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观赏景点，虽然偏僻，但位置绝佳，可以俯瞰城市，将整片夜空尽收眼底。我们在天色尚未完全暗下来时就抵达山脚，人潮络绎不绝，车灯与手电筒的光束点缀了昏暗的山路，大家都兴奋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跨年烟火。我们沿着山路慢慢攀爬，笑声和交谈声不绝于耳，丝毫没注意到周遭的异样。快接近山顶时，我突然感到背后有些异样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我们。起初，我以为是错觉，毕竟山间人多，难免会有不熟识的人跟在我们身后。然而，当我们停下来休息时，我转头一看，却发现那段路上似乎没有其他人了。刚刚不是还有人在我们后面吗？我低声问。朋友们都摇了摇头，有人笑着说，可能是走太快，被其他人超过了吧。我也没再多想，心里却隐隐觉得不安。终于到了观景平台，我们选了一个好位置，铺开简单的垫子坐下，等待倒数的时刻。烟火开始的时候，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夜空中绚烂的火光，每个人都在惊呼、拍照，将这一刻牢牢记录下来。然而，在我举起手机准备拍一张全景时，我的目光扫到了平台边缘的某处，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远处的阴影里，似乎一直在盯着我们。那边有个人吗？我指给朋友看。然而当大家朝那方向看去时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是不是你眼花了？朋友笑着说，其他人也附和着调侃。我只能强装轻松地笑了笑，但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。烟火结束后，我们决定沿着另一条小路下山，避开拥挤的人群。这条路灯光更为昏暗，四周被浓密的树林包围，只有手电筒的光照亮我们脚下的十字路。总觉得今晚的气氛怪怪的，朋友小丽低声说。刚刚在平台上，我总觉得有东西在看我们。她的话让我心里一震。我压低声音问她，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的？小丽说，她在烟火快结束时，注意到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平台边缘。那个人一直低着头，脸看不清楚。她的描述跟我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。别吓自己了，可能只是其他游客吧，另一个朋友插话，但语气也有些僵硬。就在这时，我们所有人都听到了一个轻微的脚步声，不在我们的前方，也不在我们的后方，而是从路旁的树林间传来。脚步声轻而慢，好像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却无法完全隐藏。我们停下脚步，互相看了一眼，没有人敢多说什么，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掩不住的紧张。走了将近10分钟，我们终于来到一座小庙前。这座庙虽然不大，但香火似乎很鼎盛，庙前的广场上有几盏昏黄的灯，让我们得以稍作喘息。刚刚你们真的没感觉到什么吗？我试探性地问。朋友们面面相觑，似乎都有些犹豫。过了一会儿，小丽压低声音说，我感觉有人一直在跟着我们，但我不敢回头看。其他人也陆续开口，说出了自己的感觉。原来，在下山的路上，大家都或多或少注意到有奇怪的脚步声和模糊的身影，但没有人敢提起，怕自己吓自己。这时，我们忽然听到一阵清晰的脚步声从庙后传来。我们猛然抬头望去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拜一下吧，安心一点，有朋友建议。于是我们点燃了几炷香，在庙里简单的祭拜了一下。当我们转身离开时，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庙门口，却惊悚地发现，那里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似乎在注视着我们离开。回到山脚后，我们立刻打听这座小庙的来历。一位当地的摊贩告诉我们，这片山区在早年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灾难，有不少人不幸遇难，而那座庙正是用来安抚那些亡灵的地方。
摊贩说，有些灵体对山中的人没有恶意，只是因为孤单，想跟着热闹的人群走走。但也有人提到，有些灵体对入侵他们领域的人感到不满，才会用脚步声或身影来警告。那一晚之后，我们谁也不敢再提起当晚的事情。然而，每逢跨年时，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个身影和那座昏黄灯光下的小庙。或许那是山中的某种提醒，让我们学会敬畏未知，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。